立場新聞被控煽動案。1997年後第一宗香港傳媒被控煽動嘅審訊。警員咧帶離開現場嘅。舊年10月底喺區域法院揭開序幕，原定20日嘅審訊由秋天審到春天。截至前立場總編輯54歲嘅鍾沛權完成作供，歷時52日。案件由法官郭偉健審理，控方由處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代表，辯方係資深大律師余若薇。鍾沛權喺控辯雙方提問底下作供36日，為自己有份創辦、工作咗差唔多7年嘅媒體抗辯。另一個被告前立場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就唔作供，亦唔傳證人。先講17篇涉案文章。鍾沛權承認其中15篇由佢審批，包括民主派初選參選人同流亡海外人士嘅專訪，亦都有資深傳媒人寫嘅博客文章。控方質疑立場唔只係網媒，亦係政治平台，話呢啲專訪嘅被訪者係非法嘅活躍分子、潛逃罪犯或者通緝人士，不斷作出對中央同香港煽動嘅言論，宣揚抗爭、港獨、國際線，但立場美化佢哋做人權戰士。鍾沛權唔同意，話啲專訪有新聞價值、公眾利益，好似何桂藍、鄒家成、梁晃維都係新晉年輕政治人物，喺之前嘅公職選舉前所未見，傳媒應該詳細介紹佢哋嘅政治主張。佢又話專訪嘅篇幅一般會長啲，咁做只係想詳盡記錄同反映嗰個人嘅精神面貌同經歷，唔代表係支持受訪者嘅主張。如果唔係，立場訪問過咁多政治光譜極端嘅人，會人格分裂。至於博客文章，控方話作者散播分裂國家思想，將個人意見寫成事實，作出冇事實根據嘅指控，例如話警方濫捕、國安法係惡法，但冇交代背景資料。啲讀者冇額外揾資料嘅話，就好易接受作者嘅講法，話立場冇考慮到心智未成熟同情緒不穩嘅讀者。鍾沛權就以歐嘉倫、陳沛敏為例，話佢哋寫嗰幾篇文都係想指正錯誤，而且有事實基礎，唔覺得係穿鑿附會。佢又話評論文章背後蘊含作者嘅價值觀，尤其喺政治事件，好難完全中性冇價值判斷。相信有興趣嘅讀者會識得喺唔同渠道接收資訊，而佢審批嘅時候唔會以自己嘅觀點去審查作者，只要言之有物，尊重事實，唔會引致即時暴力、損害公眾健康或者造成誹謗，都會盡量來稿必登，體現言論自由。鍾沛權喺辯方覆問嘅時候又質疑，警方唔係因為呢17篇涉案文章有即時實際風險，涉嫌煽動仇恨而作出調查，而係國安法生效同蘋果停運之後，警方突然要針對立場去揾文章，於是大包圍搜證，有理冇理下載咗啲文，再喺裏邊嘗試揾啲證據去檢控。控方26日盤問，除咗涉案文章，另外都呈上200幾份文件，包括立場其他文章、其他傳媒報道、官方聲明同監警會報告等等。控方又可以釐清事實同協助鍾沛權記翻啲時代背景，從而推論佢當時發佈文章嘅意圖。辯方7次反對，批評控方嘅盤問沒完沒了，漫無邊際咁新增文件對被告不公，又話控方咁做係走後門、突襲，質疑分分鐘擴闊檢控基礎。法官郭偉健話，審訊重點之一係被告有冇煽動意圖，而發佈涉案文章時候嘅社會背景係單案不可或缺嘅因素。控方問被告對關鍵時間嘅認知，亦係公平同必須嘅做法，最終都批准控方申請文件。部分文章嘅內容圍繞2019年反修例運動，由612、721、831講到爆眼少女、周梓樂、陳彥霖、新屋嶺事件等等。其中控方引述星島同東方報道，
話811爆眼少女冇爆眼，鍾沛權就話兩篇報道都冇交代消息來源，又話明報之後有跟進報道，事主喺網上公開驗傷報告，當中提及眼球破裂。針對有人聲稱喺新屋嶺被虐打、強姦，法官郭偉健問鍾沛權係咪確定唔到曾經發生呢啲事，鍾沛權就認為發生呢啲事情機會唔低，話警方喺公眾場合都會暴力對待示威者、記者，反問冇鏡頭嘅情況下，佢哋會有咩行為？另一部分嘅申請文件，控方話係用嚟了解立場嘅立場同鍾沛權嘅意圖，包括一篇講北愛爾蘭抗爭嘅博客文章，裡面有黨安法、清算等等嘅字眼。控方話鍾沛權專登發布呢篇文嚟呼應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喺專訪提及擔心香港出現類似北愛嘅情況。鍾沛權否認，話喺當時嘅社會環境，佢都覺得唔適合出呢篇博客，擔心鼓吹仿效恐怖主義同武裝起義。最後出咗係因為同事嘅技術失誤，佢發現之後已經喺幾個鐘之內將篇文下架。除咗文章，控方亦都針對立場刊物立志，由文章選材、製圖、用色，以至內頁印有嘅員工卡片盤問。控方話其中一張卡片印有星星之火，令人聯想到星火基金。辯方之後解釋，張卡片係前立場員工陳朗升嘅，佢喺 Facebook 解釋呢4個字係星星之火嘅諧音。至於美術配圖，控方話啲圖惡搞官員，有立場有偏見。鍾沛權話政治漫畫喺香港報紙成日都有，又話立場不時會整呢啲政治漫畫，諷刺時弊，都係玩味性質，想令人會心微笑。控方又列舉一啲假設例子，問鍾沛權審批文章嘅界線，例如喺911之後會唔會訪問阿爾蓋達組織領袖拉登？俄烏戰爭期間會唔會訪問俄羅斯總統普京？鍾沛權話如果有機會都會訪問佢哋，因為事件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無論佢幾唔認同對方嘅主張，都應該如實記錄，但會戴頭盔，同時出翻啲反駁佢哋論述嘅文章。鍾沛權補充，言論自由對佢嚟講接近一種信仰，佢深信充分嘅言論自由對社會最有利。另外，控方有直接問鍾沛權嘅政治立場，例如係咪和理非、黃營、反建制派，支唔支持制裁香港，同意5大訴求嘅邊一點？鍾沛權話唔同意控方用呢啲標籤嚟界定自己，話自己係追求自由主義嘅香港公民，又話自己唔同意制裁，亦都唔贊同港獨主張，但覺得要容許討論分離主義。作為傳媒，亦都有責任報導記錄。因應控方申請文章，辯方喺覆問階段亦都呈上超過200篇文，用嚟證明立場嘅文有事實基礎。其他媒體亦都有同類報導，例如話《紫荊雜誌》、《成報》都有漫畫配圖批評法官官員，有引述《文匯報》報導屠龍小隊眾籌，話根據控方講法，呢個咪直情幫佢宣傳，幫佢引起煽動仇恨。辯方又呈上10篇分別由前特首梁振英、專欄作家屈穎妍等人所寫批評法治施政嘅評論文章，話根據控方講法都違反咗好多戒條喎，質疑其他人嘅文都冇俾人話煽動，點解立場就係煽動？連日作工，亦都有涉獵鍾沛權入行26年以嚟對新聞原則嘅理解。控方曾經問鍾沛權，傳媒係咪應該盡量中立呢？鍾沛權話冇一間傳媒係中立，佢會用持平嚟形容，因為當一間機構對某啲議題特別重視，自然會對政治事件、政策有判斷，但同時要包容批評同異議，盡量引入唔同聲音。控方又提到議題設定 agenda setting 嘅概念，話傳媒可以引發輿論戰。鍾沛權解釋，傳媒係基於公眾利益、人權等等嘅核心價值去設定議題，並唔係好似控方演繹到傳媒想同政府打對台咁。又話有時政府推動某啲議題，結果唔成正比，其實反映緊一啲深層嘅政治矛盾，歸咎傳媒煽動係卸責。
鍾沛權又用反修例運動做例子，講到傳媒角色，話有一次立場影到示威者個樣，唔少人要求刪相，話立場出賣手足，但佢認為唔應該配合，因為傳媒唔係要保護任何人，只要係喺公開場合影到關乎公眾利益，都應該記錄。最後立場亦都冇刪相。佢強調立場從來都冇嘗試影響或者推動反修例運動。新聞工作者係要記錄時代呼聲，好似喺反修例運動、美學、流行文化等等，都係值得被記錄嘅世代集體意識。講到公司架構，鍾沛權話立場係一間中小型網媒，一開始得10幾位同事，即時新聞講求快、狠、準。即使佢係總編輯，對所有發佈嘅內容有最終決策權，實際操作上都冇可能全部稿由頭到尾睇過先出街。法官質疑網媒24小時運作，可以1星期7日話國安法唔啱，政府係冇得比。鍾沛權就話諗唔到政府有咩原因唔可以24小時操作，又話當局有100幾個部門，包括政府新聞處、港台等等，相信有好多渠道可以即時反駁佢哋認為失實嘅資訊。至於立場嘅最後日子，鍾沛權話喺2021年下半年持續收到針對立場嘅風聲，同時陸續有唔同嘅公民組織解散。佢當時做咗一個艱難嘅決定，就係一刀切將2021年5月之前刊出嘅評論文章全部下架，因為佢唔知違法條界線點畫。後來太太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因為蘋果案還押，佢日日去探監，兼顧唔到工作，同時亦都親身理解過蘋果最後階段嘅掙扎，明白有不可抗力嘅地方，曾經諗過結束立場，但佢唔甘心就咁執咗佢，屋企嘅情況又唔容許佢繼續做總編輯。最後無可奈何底下，鍾沛權形容第3被告林紹桐係冒險頂替自己做署任總編輯，保住立場。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喺鍾沛權最後一日作供嘅時候問：如果警方當時要求立場將有問題嘅文章下架，就可以逃過一劫，繼續營運，會唔會遵行警方嘅要求？鍾沛權形容呢個係好夢幻嘅假設，但佢相信如果人冇事，機構冇事，摸到紅線，同事一定會堅持落去。案件押後到6月19號，由控辯雙方結案陳詞。